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我今天来到北京了，对，现在和老范面对面，正坐在一起呢。我们俩坐在马斯克的这个飞船座舱里，对吧？然后跟大家来聊一些跟航天相关的事情。挺好，挺好。是，因为呢，最近航天上的事情还是很多的，特别是 SpaceX 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在今年要上市，所以呢，我一定要把这个今年欠的航天课好好补一补啊。然后正好赶上土拨鼠来，我说不行，我要赶快去找你去聊一聊，对吧？然后最近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长征10发射，对吧？然后呢，我们号称是回收基本成功了。但是网上的声音还是很嘈杂的，说你这个就是叫中国人发明了溅落式成功，反正也是把我气了个够呛啊。那么我一定要找一个专家来跟我们讲讲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让我去跟他们吵，我也吵不明白啊，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搞不清楚，对吧？所以我们找个明白人来。行，没问题。我觉得最近航天上的事儿的确比较多，包括马斯克把他的工作重点从火星转到月球，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可以聊，是吧？然后包括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长征10号，准确的应该说是长征10号一子级和孟舟号飞船的2个实验结合一次发射，给它做了。对，而且呢，长征10号这次一子级的实验，它更接近于我原来就一直在跟老范强调，火箭回收的时候，想测试火箭是不是能够回收，要有一个蚂蚱跳实验，有100米级的蚂蚱跳，然后有公里级的、10公里级的、100公里级的。我此前一直在说，中国的火箭不可能回收成功，是因为没有进行过100公里级的蚂蚱跳。那这个结果最后不管是朱雀3号还是长征12甲，在去年还有今年年初吧，做的这些实验里面，都让我们看出来没有能够成功。实际上，它还有关键的点火就没成功。像这次这个长征10号的一子级，它真正做到了100公里级的蚂蚱跳。这是大家要知道的。你先别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待会儿咱们再详细谈。但是就是说，这是真正的一次100公里。至于这次的结果是什么？待会儿根据老范的提问，我再详细往下说。对。那么这一次的话是在2月11号啊，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把这个长征10号和这个孟舟飞船一起发上去了。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儿是不是这个，因为有10、11、12，那么为什么这次它又是10呢？这个它是这意思，就是说，首先啊，大家要知道长征10号运载火箭到底是谁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方叫做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我原来的单位航天一院。对，也就是不管你是长征3号、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5号，然后这个包括长征这个8号，长征和这类的运载火箭。包括长征10号，还有长征9号，我们说的可以去对比星舰的这样的运载火箭，这都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然后像长征4号，长征12号，这类的运载火箭是这个上海航天8院研制的。所以这上海航天8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这就是在中国航天界最正牌的国家队。国家队。对，然后呢，一般来讲，按照中国的命名惯例，一般5、10、20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号的非常大的型号，在飞机上也一样，歼10对吧？歼10那是里程碑性的一架战机，歼20对也是里程碑一样型号的一个战机。那在火箭上实际上也一样，长征5号在后来出的什么？这个长征9号、长征10号概念出来之前，我们一直叫长5，是胖5，那也是对中国来讲是划时代的产品。原来我们直径都3.35米，现在一下蹦到5米去了，对吧？已经大于很多很多国家的火箭。直接长征5号一出来，就把中国
在火箭运载火箭这个方位，直接就从原来世界可能4、5名、5、6名那样的水平，直接给拉到了第2或者第3的水平。差不离就是这样的。所以长征10号从命名来看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国家的重点型号啊。它的未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载人登月。载人登月啊，就是长征10号要用的，但不是长征10号的基本型。我们这次做实验的只是用长征10号的一子级做的，而如果要是载人登月的话，它会像重型猎鹰火箭一样，在一子级的两边再捆绑2个类似一子级的助推器，这样来形成更大的推力，然后把我们的不管是载人的孟舟号飞船也好，还是这个揽月号月球着陆器也好，送到月球轨道上去，然后再进行载人登月。哦，所以这是长征10号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未来建设把空间站天宫号空间站扩建的时候，来输送大的构件进入近地轨道。所以如果要是我们以这个载人登月的长征10号来看的话，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就达到了70吨。而且这个可能是在它的一子级回收的情况下，那就已经超过了重型猎鹰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在一子级回收的情况下，63.8吨的这个运载能力了。是，就是长征10已经基本上在某些指标上能够超过猎鹰了。重型猎鹰啊，是这样啊，长征10号不带捆绑的，它的运载能力是超过猎鹰9的。如果要是说它带捆绑的话，那长征10号的运载能力是超过重型猎鹰的。就是这是比较准确的。了解。是。那么这一次的长征10号，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多大，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格？长征10号现在长度我不是特别清楚，公开的数据不太清楚，特别是它一子级多长也不太清楚。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直径，长征10号的直径是5米，这和长征5号是一样的。但是像猎鹰9这样的，它直径只有3.7米。大家要知道，这个直径是相当于是面和平方嘛，所以你的推进剂的装载量是非常要远远多于这个猎鹰9的，包括发动机的这个推力上面也会大于猎鹰9。所以通过这个来讲，长征10号应该是一个介于这个叫做什么呢？上限应该是新格伦火箭，下限是猎鹰9之间的一款火箭，它的运载能力。了解。对，就是反正跟星舰是完全没法比了，就跟那也没关系了。我们就在这个猎鹰9跟新格伦之间找了一个位置。星舰是在1级和2级都回收的情况下，就是未来如果星舰投入商用的话，预计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00吨。100吨。长征10号是即使是采用了2级，再捆绑2个助推器，那在1级回收、2级不回收的情况下，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70吨。我觉得这个差别应该说的已经很明显了，差异很大了。没法追这个。好，那么下一遍啊，就是说这一次的火箭发射，它就是一共做了几个实验？它实际上这次发射，它一共做了2个实验。它这次发射，首先这个火箭和飞船的组合体，它应该包括3部分吧。我们这么说吧，3部分。第一个最底下的这一部分是长征10号火箭的一子级，这是一个。对。第2个是什么呢？是孟舟号飞船。对。第3个是在孟舟号飞船上，飞船的顶部，还有一个逃逸塔、逃逸系统。那么这次做的实验，实际上我说2个重要的实验项目，就是第一个实验项目就是火箭在点火升空之后，当超过最大动压点 Max Q， 也就是一般猎鹰9号火箭或者星舰起飞在1分钟左右，那个时候达到最大动压点，这时候火箭舰体结构承受的力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启动逃逸系统，逃逸系统的火箭发动机点火，把孟舟号飞船带离长征10号运载火箭，然后进行一次应急逃逸实验。这个实验实际上对未来的话，假如有宇航员，对宇航员的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那个像神舟飞船当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还做过地面的00逃逸实验。那个实验我当时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哥们儿就是亲身去参与，还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所以这是第一个实验。第2个实验是什么？就是当逃逸系统把孟舟号飞船带离之后，那么长征10号
运载火箭的一子级发动机继续工作，继续向上爬升，然后爬升到60到70公里左右的高度，发动机关机，然后依靠惯性飞过卡门线，达到105公里的高度，然后再入大气层，经过再入点火，最后在水面上进行这个蓝丁苯着陆点火，然后降落到水面。所以总的来讲，这2个实验，应该在我看来都是取得了圆满成功。至于网上所说的什么叫降落什么的，那个待会儿咱们再说，那个纯属于不懂技术的事。OK， 没问题。好的。那么关于孟州呢，咱们待会儿再往后聊一聊啊，再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说说，就是既然讲到这儿了，就是它最后落下来这个网箱，就是拿了一个船，然后4个柱子，中间有一网去接它。那么咱们先不管说这个降落旁边算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比较一下现在这个回收火箭几种回收方式，这个网箱这种回收方式跟其他的这些回收方式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优缺点？首先啊，这个网箱回收也算是一种新的回收。实际上从谈到火箭回收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想了很多回收方式了。第一种，比方说水面降落，但是水面降落像电子号火箭，像早期的009好像都做过这样的实验，可是发现落到水面上，靠降落伞落到水面上之后打捞上来以后，但是你会发现你能回收，可是你复用率不高。回收不是目的，火箭发射回收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复用，或者说更高一级的目的是快速复用。那你从水面上、海面上捞上来，海水有大量的腐蚀，含有盐分，腐蚀性很强。对，所以你捞上来以后，第一，你的复用率不高；第二，你的复用周期很长，你得进行大量的检测，所以折腾半天。对，这个算下来，总的成本来算，并不一定很划算。所以后来这种靠这个水面回收的方式就放弃了，也有测试过用直升机来挂呀，用直升机拖着网去接啊。那玩意儿能挂得住吗？那直升机？有过测试，据说是挂住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完全成功，那个不再细谈。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最后也把这个放弃了。后来最开始能够实现回收的，实际上就是009在2015年实现了垂直在船上或者说在陆地上着陆。那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回收后的一子级又实现了复用。这个时候真正的回收技术算是开始慢慢可以得到应用了。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呢，等于是我们看到星舰的超重，现在看到星舰回收超重的这种方式，那么用筷子回收，实际上用腿回收和筷子回收差别关键在哪儿？实际上最大的关键是复用的周期上，是复用的周期上。我们想一想啊，009号火箭如果发射之后，你想对它进行复用，当它落回到比如海面船上的时候，那么第一点，你要把这个船开回到岸上，对，这可能要2-3天时间，对吧？到了岸上之后，你要用吊车把它吊起来，然后这又分2个阶段。早期的阶段是009号的一子级这4个支腿啊要拆掉啊，废了啊，拆掉，然后把它报废掉，然后把009号火箭的一子级放平，放到运输车上，然后这个运输车拉着这个拆掉支腿的一子级，进到总装厂房进行检查，进行维护，维护完了以后装上新支腿，然后这个再和2子级对接，装载荷对整流罩，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般造成的你的复用周期大概是2到3个月才能够执行下一次发射。那后来009有了改进，就是说我这支腿可以不拆了，掉下来之后把支腿再叠回去，叠回去以后放平了，放到运输车上，再进厂房测试和维护都合格了，对2子级，对这个这载荷，对整流罩，然后再拉到发射工位竖起来进行下一次发射。那这个周期最短大概是9到10天时间，最短的。现在009号平均的复用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就是两次发射的间隔，同一火箭的同一枚一子级的2次发射间隔。但是用筷子回收的话，好处是什么？筷子回收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所谓的航班化发射。大家想一想啊，比如我从上海到北京，坐早上10点的飞机，从上海到北京。但是那架飞机，我坐的那架飞机可能是早上7点钟从广州飞到上海，
然后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和维护，然后就加上加油，对，然后直接就从上海就飞到北京了。到了北京之后，他可能又飞到西安，还是加点油，然后飞到西安，然后到了西安之后，可能又飞到成都，最后他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又飞回到广州去了。所以这叫航班化发射。那像星舰这样的航班化发射怎么实现？我先说两层啊，第一层低级的，高级的咱们看今天要有时间就说，没时间就先不说了。低级的就是像现在星舰这样的，发射完了以后，飞到了比方说预定地点1、2级分离，分离之后一子级返回发射场，回到发射点上，然后用筷子来进行回收。那我假设这个一子级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它和我们做的航班一样，基本上不需要进行什么更换啊这类的工作，只需要简单的检查，再加注推进剂，它就可以再次发射。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发射台上，然后做检查，然后这个对二子级也是通过筷子直接就给加上了，对吧？而且二子级和这个009还不一样，009的对接方式是在厂房里。我把一子级状态好了，对上一个状态好的二子级，然后再对上载荷，再扣整个罩。你这个链条比较长吧？但是二子级对于星舰来讲，它的二子级就星舰飞船，星舰飞船已经检查好了，载荷已经放在里面了，都已经等好了。等到你的这个超重一飞回来，检查没问题之后，我马上把星舰飞船就往上怼上，用筷子给它怼上了，怼上了之后就可以加注推进剂，所以然后马上就可以，可能几个小时就走了，可能也不至于现在吧1、2天吧，2、3天吧，那要比原来的9天就要短多了，是，所以的话，这才是有可能真正慢慢实现航班化。当然，未来的航班化会更快，我待会儿有时间可以聊，是这样的。所以的话，你不要拿长征10号的去比这个星舰的这种快的，甭管它了。对，你还是拿它和这个腿儿的吧，腿儿的这个来比，和这个009那都是腿儿的。这是从使用上。另外一个从控制精度上来讲，如果要是用筷子，大家记得啊，星舰5飞是第一次用筷子成功的回收了超重。为什么马斯克当时决定用筷子来回收返回的超重，是因为4飞的时候，超重回来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毫米级，没有到1厘米，就是偏差了几毫米，和预定的点，所以他们确认可以用筷子回收，而用筷子回收至少你要达到厘米级的返回精度，但是如果要是用这个支腿回收的话，你可能有米级的精度就够了，分米级或者是米级，那是我们如果要是用这个网来回收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你飞这个一子级回来之后，我网上实际上是2根经线、2根尾线，这2根经线和2根尾线都是可以分别运动的。所以的话，如果你的这个一子级返回的时候位置不是特别准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经线尾线移动到你的下方，然后让你靠自由落体来落下来。你只要保证基本垂直就行了。这个垂直姿态你要控制好。至于你位置偏了一点的话，我可以接收。OK。所以的话，就难度相对来讲较低。所以在我看来，它的这个精度要求可能最多和用支腿回收差不多，但是绝对和用筷子回收可能有数量级的差别。这就是网状回收。这大概的一个技术状态。那网状回收有什么优势呢？网回收的优势就是不用腿了，省掉了腿的重量。这是第一个优势啊。那这些重量就可以反映到有效载荷上。对，这是第一个优势啊。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我复用的时候，我想复用的时候，那么它的复用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因为我不用检查腿儿。对，我不用去检查腿儿。对吧？你也不用你说我要检查网，但检查网和这个火箭可以是并行工作，可以分开的。对。但是如果要是我这是火箭上的东西，它恐怕就是串行的。对。所以从复用周期上来讲，那它的可能会能够比腿的可能少2天。所以我觉得用网回收，总的来讲它的技术可能稍高于用腿儿，但是呢，它要弱于
这个用筷子，而且和用筷子的差别还比较大，而且还有一个不好说的就是。用网回收的时候，到底你这个网的这个绳索，因为有可能经受这个发动机火焰的燃气的冲刷等等的，你这个维护成本会有多大的上升？对，这个不太清楚，因为你的回收装置的成本会要高于用腿回收的。OK， 这个就不太好评估，需要做更细化的评估了。就是说我们载荷可以增加一点，但是呢，网子有可能比那腿贵，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更现实的情况是，早期网肯定比腿贵，但是到后来成熟了之后，网有可能比腿便宜早期肯定比腿贵，这可能是更现实的。是，那你觉得像马斯克他们为什么没选网呢？他已经有筷子了，那他还要用网吗？对，但是辛格伦也没选啊。辛格伦也不用选啊，我觉得辛格伦他走，就是说你走完筷子之后，你就可以跨越到网了，你可以直接去网跨掉了啊 ，OK， 直接就可以走筷子了。是。那么这个网现在是在船上，那以后是可以在地上吗？当然可以了也可以在地上。对，但是网呢，就肯定跟发射场必须得分开。网跟你可以和发射就布置在发射场旁边，哪怕你只距离，比方说几百米，但是你没法和发射场统一整合在一起。这就是只要没法整合在一起，你的复用周期就不可能比这个筷子，不可能比筷子快，因为你至少要把它从网上摘下来，然后再转运到发射工位去。这个环节你是躲不掉的。是，了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来看看这个到底算成功呢，还是算失败呢？对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只要是中国的团队取得一点点成绩，他们就觉得死了亲爹一样。不，我觉得你说，是这意思，就是说应该是，实际上这两拨人基本上我觉得是同一类人。对，就是一种呢是说中国稍稍这块出了个什么事儿，就吹说中国怎么又赢麻了的，对，这是一堆货啊，这叫粉红。另一堆货呢，就是他妈的这个出了点情况，然后就在这块这个污蔑，对，就在这说，我就是说他妈的这个孙悟空，压石猴直接从石头蹦出来的，他也不是蹦出来什么都会，对吧？对，他还是他先去找达摩祖师学艺，学完了之后，实际上他能力也不强。火眼金睛是后来练出来的吧？金箍棒是后来练的吧？三根救命毫毛是后来练的吧？他真正从达摩祖师那儿学的，也就是72变和这个还有什么筋斗云，是吧？剩下包括长生不老什么的，那是吃仙丹、吃蟠桃吃的，好吃出来的。对呀，所以的话，任何一项技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要发展过去，所以你不要追寻人家一步，老是这种一步就要蹦多远，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这样的，也没有任何一项技术的成长过程是这样，是，对吧？所以为这次长征10号运载火箭，我们看啊，一子级和飞船这个逃逸系统启动，逃逸了之后，一子级继续飞到了比方说60-70公里的高度，然后关机，靠惯性超越卡门线，然后再落回来。首先 re-enter burn 它应该是做成功了，对，它的落点最后很精确嘛，是。最后这个蓝丁 burn， 我们可以看到也做成了。对，大家不要忘了去年进行的这个朱雀3号运载火箭的这个一子级返回的时候，虽然 re-enter burn 做成了，但是最后的蓝丁 burn 是没做成的，没点着。对，没有点着，是吧？所以这个长征10号的一子级这次实验要比朱雀3号这次要好，对吧？另外一个，我们看长征12号甲，那可能 re-enter burn 都没有做到，所以的话，首先我们这次长征10号一子级它的这个蓝丁 burn 已经做了。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它最后落在海面前的垂直状态是维持的相当好的，对吧？这就说明它做最后的这个姿态控制是非常不错的。是。然后有人就是说，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个船开？对呀，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这个测试尽量要加一些多的测试项目。刚才我说了2大测试项目，第一个是这个飞船的逃逸实验，第二个是这个火箭的降落，这是大项目。小项目是我的网也要做回收啊，网也要动。
我的网上可以飞船火箭一子级回来的时候，我可以把一子级的位置坐标直接传输到这个网上，然后加一个系统偏差。对，我假设它是比方说我偏东了10米，那我把这个系统偏差加到这个网上。我刚才说了，这个网上是2根经线、2根软线，纬线，单独运动。我要动的啊。对，那我这个怎么动？要靠我网回收系统来控制。是。那我在网回收系统的这个输入参数里加上火箭的这个位置参数，再加上系统偏差，我就可以模拟这个往来动，做模拟回收。是。事实上，这种模拟回收在星舰的一子级超重返回的时候，3飞4飞的时候也都做过，马斯克也都做呀。也都做，但是它的距离可能更远，是几公里。对，或者10几公里。我们只不过更近，仅此而已。所以你通过这个就来说，人家又在这块宣传假成功，那纯粹要么你是不懂行，要么你心里就是纯使坏。有些人他就是心里头有这样的这种不能接受，对，算是一种这个过敏反应。对，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次的成功还是。就是我是搞技术的，所以我没有立场。我向来就是说，这个不要跟我谈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什么都没有。我只是讲技术，纯技术上来讲，这次做的就是相当不错了。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个山锅豆，至少有一个山锅豆没打开。没开。对，没打开。是。听说因为这个山锅豆没打开，后来控制系统还让它对侧的那个山锅豆也没打开要关起来。这是靠2个山锅豆回来控制。那说明什么？人家说是不是就说明要4个山锅豆就更好了？那大家如果要是真是搞技术的，就不会有这种说法。应该说它的控制冗余度还是很大的。对，是它的控制冗余。了解。能够适应更恶劣一些的返回情况。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就首先呢，甭管它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能够开放的来讨论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如果你说，这个事儿只许说成功，不许说失败啊，谁也不许讨论，或者说谁敢说成功，我们就都去骂他，那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那当然了，对吧？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一点一点从技术角度上来分析，说，这个地方做的是不错的啊，那个山哥都没打开，都可以来聊。然后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做咱们这一期直播的封面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因为我现在的封面都是用极梦去画嘛，然后呢，我找了一张在网上找到的这个长征10号下降的这个照片，就旁边有这个船，然后有这个长征10的，找到了以后呢，我放到极梦里，我说你给它扩展出来，说对不起，我不能生成。为什么？不许讨论，在国内。是吗？对，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生成的。然后最后那张照片是我在谷歌的 Nano Banana 里生成的，然后这个现在是因为最近正好也是字节跳动出那个 C-Dance， 就是它那个视频模型嘛，所以正好是风口浪尖的时候，他最近把这个审核搞得特别严。国内呢，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许你说，那么大家就说，反正你不让我说，那我就认为你失败了，对吧？他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逆反心理，这个也没办法。所以的话，本身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对，很简单的技术。对，结合到政治，结合到意识形态，结合到这个东西的话，最后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别扭。本来做的很好，对，所以的话，大家也要清楚，这种不允许讨论的状态，那这个不可能有进步，不可能有快速的进步。对，这点大家必须要确认。所以有些人在说的什么又赢麻，未来会赢麻什么的，我不太相信。是不许讨论的话，那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快速进步。对，你没法去追对快速进步。因为我一开始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昨天做这个图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张图是不允许在极梦里边使用的。他说你上传的图片是违规的。好吧，就是我上传任何版权图片，任何有人像的图片，然后这个什么都没事儿，但是只要上传这个就是不行，你这个图片违规了，不允许讨论。生气，那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对，我觉得就是本身做的很好的事情，就跟这一次这个什么似的，这个冬奥会上那谷爱凌得了个银牌，然后国内一帮人在那骂，我说人家得了银牌也是银牌啊，你怎么着？你先庆祝一下吧，他爱哪国籍哪国籍，咱不管他，对吧？那你人家也是个银牌，你凭什么上来就骂他呢？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不行啊，你是银牌了，我要骂你。
所以中国有的时候对这种成功和失败的这种容忍度是比较奇怪的。哎，就是鲁迅已死，阿 Q 常在啊，对，就这意思，就是鲁迅已死，阿 Q 常在，没什么可说的。对。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网回收啊。那么下边呢，我们还把这个云州飞船还没讲明白呢啊，孟州飞船我们还没讲明白呢。因为前面呢，咱们都讲什么神舟几，然后几个在上头砸了个眼儿，然后最后怎么，那都是神舟。那么现在咱们上这个孟州，它这个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大家首先要知道一点啊，孟州飞船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产品。我们知道运载火箭，那中国第一 number one 的国家队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number two 才是上海航天8院。那飞船这一块管得更严。number one 就是空间技术研究院，也叫航天5院啊，航天5院总部在知春路那边。就是这个院。那它主要2型飞船嘛，第一型就是咱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神舟号。神舟号飞船我一直强调，它的设计源头是俄罗斯、前苏联的联盟号飞船，3舱式设计，一个轨道舱，一个返回舱，底下一个服务舱，就是推进剂啊，还有太阳能电池板都装在服务舱上。宇航员一般是在最少多数情况是在返回舱里。那在轨道舱呢，有的时候装对接口，可以和空间站对接啊等等的，那有一个小的轨道舱。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基本上你看看总体布局、外形尺寸等等的，包括它的返回舱，最后返回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使用一个主伞，就是单伞降落，然后落地之后呢，用这个反推火箭减速喷一下，然后落到陆地上，不能落到海里。这些设计和联盟号飞船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要看它那个飞船的大底的布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对，而西方的话，特别是美国，它的飞船一般不是采用3舱式布局，它是2舱，没有轨道舱。这样2舱的布局的话，它就可以把返回舱和轨道舱整合在一起。所以公共空间就比较大。所以一般来讲，西方的飞船的空间都比较大。你看联盟飞船，包括中国的神舟飞船，坐在返回舱里的时候，那些宇航员都也挨在一起，然后那里面布满了捆好了。对，你看西方的飞船，看美国的阿波罗飞船也好，就后面的这个像是龙飞船啊、猎户座飞船就显得更宽敞。是吧？而且成员数量上，联盟飞船、神舟飞船都只能坐3个人，那到龙飞船到猎户座飞船，它有4个座位，但是它平时是坐4个人，但是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坐6到7个人。这就是有一定这个飞船的就空间的情况。那飞船返回进入大气层之后，它使用的是多伞。多伞的话，由于它相互之间互为备份，所以它安全性更高。你要单伞的话，你只有单伞的话，你得再布置另一个和这个主伞一样大的备份伞。你占用的空间也更大。然后最后着陆的时候，美国的飞船它有2种着陆模式，第一个是在海上着陆，第二个是在陆地上。在陆地上着陆的时候，它使用的是有点像我们车里气囊这样的，用触地前气囊充气，然后落下来。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个飞船，如果是在陆地上着陆的话，它会很稳的立在那儿。对，但是你看神舟飞船，包括联盟飞船返回的时候，它返回舱有几次，你统计概率上是立着的，有多少是躺着的？反正我统计的大概超过70%是躺着的，是吧？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西方飞船的技术和俄罗斯包括中国的神舟飞船这样的技术是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在神舟飞船现在使用的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中国的空间技术研究院就开发了下一代飞船，就是孟州号飞船。它等于是神舟飞船的后继型号。那孟州飞船实际上是继承的是西方的这个飞船设计，抄美国这套东西来的。第一，2舱式设计，第二呢是返回的时候是多伞，好像是3到4个伞。第三，着陆的时候，现在说孟州号飞船它有2大点啊。
第一点是也有2种降落模式，水面降落和路面降落。然后第二点是未来梦舟飞船也要设计成可重复使用的。但是现在可能还做不到。那我们现在先抛掉那可重复使用，然后陆地着陆的时候也使用的是气囊，不再用反推火箭了。然后从成员数量上来讲，梦舟号飞船如果要是去近地轨道的话，它的也是4个座位。但是可以乘坐，最多的时候可以乘坐6到7个人。所以它这个整个这套体系现在是按照西方飞船的这个设计体系去靠的。它未来的话主要2个任务，是第一个任务是要送载人登月的时候，可能是送4名宇航员去月球轨道去，准备做这个往返于地月之间的飞船，是有点像阿波罗飞船这样的飞船，或者说是猎户座飞船这样的飞船。然后第二个是去作为这属于星际版，我们可以叫星际版的梦舟。第二是近地版，近地版就是未来我们的不管是叫天宫号也好，还是更大型的空间站也好，那往返于地面和这个空间站的新型空间站的飞船，那这个应该是用梦舟号来做，这就叫近地版的梦舟号，主要是这2个任务。是。哎，像你刚才讲，比如说前头神舟号是抄苏联人的。然后呢，梦舟号呢，我们基本上是参考美国人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只要看到一个差不多的，我们就可以造了呢，还是说我们有比较详细的方案和图纸才可以跟着造呢？那你得有很多关键的技术瓶颈，你得解决。多伞技术、多伞控制，多伞当然好，但是你多伞打开之后，怎么保证这几个伞不会被来了一阵风不会缠在一起？你得解决啊。是吧？你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只能是单伞。为什么原来是单伞？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慢慢的，这个技术慢慢可以解决了，那我们就好办一点。然后原来我们的气囊技术也不行，但是现在你汽车都已经造了这么多了，是吧？你这个气囊技术慢慢的也消化了，那你气囊技术解决了之后，就也可以把反推火箭取消了。所以你有很多关键技术节点，你得突破技术瓶颈，你得突破，没突破的时候就别他妈扯淡。了解，就是当我们突破这些技术以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跟人家做个大差不差的。对，你统计这些技术瓶颈，你是不是突破了？你要没突破就别扯淡啊。这样的是这样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梦舟飞船。OK， 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认为它还是达到了所有的实验目标。最少从目前来看，主要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我觉得实验目标都达到了，但是有需要很多改进的地方。实际上，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你是有的说什么基本成功，实际上我可以说啊，没有任何一次发射，包括美国的这些发射，里面是一点问题都不出的。没有什么是完全成功的，没有任何一个是100%成功的。都是会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没有影响到主线啊，我们的主线任务没有受到影响。那最少这次的这个来讲，这次的长征10号一子级做的这个，我叫它100公里级马达跳实验来讲，没有影响到主线，它的主线是绝对是成功的。但是这个叫做什么呀？瑕不掩瑜。这些，但是还是有一些微瑕，白壁微瑕，就是比如那个山格斗没打开。了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山格斗没打开也展现了最后它的姿态控制的冗余度是够的。对，这个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反正我们又多测了一别的。对，我又测了另一个极限状态。是，这个极限状态未来也有可能发生。了解，这个我觉得下一个事儿我们可以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下次什么时候发射，咱俩跑海南文昌去看去吧。我对海南的印象一直不是特别好啊。对，哎，文昌在哪边？是在海南的东部，在海口到三亚中间，在中间。对，那个厂子我倒是常去，包括那儿有个汽车实验场，我当时还跟那个汽车实验场谈了很久，在那儿做实验的时候。所以。因为现在中国呢也开始搞这种叫航天旅游，就是它欢迎大家去看，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有所进步的，就是它发射的时候，包括回收的时候回收应该没有，就是发射的时候它是有一帮人在那举着手机在那直播呢。
有开放了一部分，开放了一部分吧，这个已经算比以前要开放了。对吧？最早的时候肯定要更加的封闭一点。对，相对来讲，海南可能好一点。要是酒泉那儿，肯定一般不是轻易让大家看的啊。酒泉会更封闭一些。太原就更不会了。太原和西昌西昌我是知道，太原我还不知道有这东西。太原有啊。所有发的地球同步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都是从太原发的啊。所谓的太阳同步轨道，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围绕地球，但始终不被地球遮盖的这个，就是对着太阳这一面呗。不是，就是说它每天同一时间通过地球上的同一地点啊，这样算的。对，它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的话，不是，它最适合的是你别说不是这个吗？绕着你可以简单理解，绕着地球南北极转。南北极转，对啊，对，然后是同一时间经过地球同一地点，所以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对地拍照啊，好吧，便于对地拍照。因为当然你要民用的话就是资源勘探，对吧？你要是别的用途的话就不说了。了解。因为我最近学习的太阳同步轨道都是这个做算力中心使用的太阳。对，太阳的算力中心也要用到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啊。但是是这个轨道里的一特殊的部分。它太阳算力中心，它要求是必须让太阳能电池板始终能够被太阳照射到，所以的话，它这是晨昏线轨道。晨昏线啊，太阳同步轨道里的晨昏线轨道啊，就是另外更特别的一个轨道，就是更细化的一类。对。了解。你要是拍照的话，你有可能是希望，比方说我每天9点钟或者10点钟来看的，或者12点来看的啊。这个时间点它永远在这儿啊，挺好。是。我觉得在这一块里头吧，就是这一次发射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就差不多应该都在这儿了。然后呢，因为正好今天在直播嘛，但是也有很多评论啊。但是我的状态是这样，就是看这个字儿有点费劲，基本上看不太见。这个我看拿过来吧，我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啊这个线的问题。哎，别动了，可以，够长。对，然后我来看看评论。哇，还是挺多评论的哈。有人说基本成功啊，这个可以这么算，半翻没全翻，第一次能做到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虽然离 SpaceX 有差距，即使是 SpaceX， 其实我们也要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向着超越猎鹰9的方向前进，但是距离星舰还基本上难以望其项背。不，这准确的说是，如果最后全都成功了啊，那可能是要优于猎鹰9的。但是我们现在走到了哪一步呢？还没走到2015年猎鹰9第一次成功回收的那一步。是，就还没到2015年猎鹰9成功回收的那一步。对，不可以提前开始啊，这都是在开始之前在有人说的。代价是什么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讲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具体讲的什么啊？欢迎新会员。这个等会儿我去给你加个班子。哎，保存好嘞，会员是要发班子的。基本成功啊，这个可以这么算，不是基本成功，就是成功了。这个我觉得不要去掉基本，就是成功了。对，不要再玩这种梗了。啊，左边这个书生，我看哪边是左？右。我数不清左右了，因为我们这个会经过它的翻转啊，所以我搞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然后好的啊，老范好啊，这个土工牙恢复的怎么样了？现在还有的时候还疼，我现在每天还必须得吃止疼药，必须得吃，不然的话就不行。所以等到春节吧，这个春节我也没法做手术，必须春节后。那他春节先不做是吧？对，春节后马上就做。我是牙疼必须马上治，因为我一旦牙疼，我血压会上升的。这个还有人给小心心啊，这个好的。小心心是什么？没有，就是给发了个 logo， 这个临时增加了20分钟的等待时间，这是说的哪段？没有吧？大家下午好，对，下午好啊。然后没接到，基本就是成功了啊！人家设计的就是就没有安排他接，就没安排他接。我只是模拟接。我说了，星舰也做过这样，都做过，对。星舰上的快乐也做过。怎么感觉你们这个抠图不像在一起？我们是在一起，来握个手，对吧？我们在一起，这肯定是在一起。
有竞争就是好事啊，这个我觉得倒也还算是吧。谁和谁竞争啊？就是我们跟美国人竞争啊。行吧，也算是好事吧。这个是安全起见第一次没有计划接，对，应该是他就是希望把各种实验都尽量多做一些。对。然后啊，这次要是100公里的蚂蚱跳啊，这个那也应该是过了卡门线了啊。对，我们这次是过了105公里，过了。长征9还要搞吗？要啊，肯定要啊。但是具体走什么形式到现在还没有定吧？我没听说最后定了，因为长征9号的这个总体布置方案，我看已经变得太多了。是吗？OK， 咱们现在去月亮应该是就是嫦娥，就是这种小的设备应该都是长征5。对，然后呢，上人的话就是长10。对，中国什么时候能搞出星舰来？哎，我觉得不要好高骛远。据说长征9就是中国版星舰嘛。是，那你就看长征9号什么时候出来嘛。对对对。有人兔子耳朵啊，必须是成功了。这个呢是这样，成功了就是成功了，不要必须，不要基本，不要任何的前缀，就是成功，就是成功了，很简单，就是成功，达到了预期的实验目的。是所有的这些实验目的，不是你们这些吃瓜群众定的。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这个成功就是成功啊，而且呢是一个可以敞开讨论的成功，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 YouTube 上啊，当然只能在 YouTube 上，在国内呢可能就没法讨论了。对，为什么中国、美国以及各国登月以及太空开发还是停留在重型火箭以及太空舱模式啊？中国、美国应该研发太空轨道拖船，有轨组装建造大型深空渡船啊，这些我觉得可能各种的方案都在尝试吧。没事儿，待会儿的话聊月球城市的时候咱们聊。对，我们待会儿直播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再去做一些录播啊。对，聊月球城市的时候可以聊这个问题。是的。请问中国、美国载人登月以及什么开发为什么不拥抱？我还是认为真正大规模开发太空还是必须按照 STS 模式，而不是阿波罗模式的这个重型火箭太空舱模式啊。这个可能还是刚才这个问题。你看原来苏联跟美国还是有联合的项目的，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就是各玩各的了。苏联和美国的联合也没有，就是太空站2个对接过一次，苏联的联盟号飞船和美国的阿波罗飞船对接过一次，握了个手，然后就是这个国际空间站，对，然后也没有，也都是各玩各的。对，中国自1989年以后就不可能再和美国联合了。可以，好吧，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吧。2个人坐一起了啊，对，我们就是坐一起了，不是远程啊。还没成功前，大家都在笑；成功，大家好像就都变专家了啊。这个，我觉得呢，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是吃瓜群众，对吧？这个我们珍惜每一次实验，珍惜每一次的这个成绩就可以了啊。你也没必要说，哎呀，赢麻了，或者说你看骗人啊，没必要干这个事儿。太专业了啊，不敢问问题。这个怕什么？说相声，捧哏不是在右边吗？啊，这个我们俩分不清左右。老范捧哏挺稳的啊，好，没问题。我今儿就是来偷懒来的。听这个有收获啊，是的，比缓慢的火箭发射长知识啊，那行吧。听说马斯克要开发月球了啊，能不能讲讲中国这方面的进展啊？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录完了以后呢，回去我们剪一剪再给大家看。你不觉得极端的那批人每个国家都有吗？老是强调中国干嘛？哎，对，那你说中国难道就没有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中国呢？对呀，对呀，因为我讲中文，我中文是我的母语，所以我理解的最好，所以当然只能讲这个。对呀，英语不好。对呀，
他们肯定也有，这没毛病啊。对，西班牙语几乎等于不会，日语也不会。孟州该不是为了这个致敬孟晚舟吧？你想太多了吧？他配吗？他？对，他哪配啊？这个小范就是阿 Q， 没毛病，小范永远胜利。圆满成功啊，就成功就行了啊。这个中国目前载人技术领先，美国载货技术领先，你凭啥认为中国载人技术就领先了呢？这个咱们现在不也在抄人家的飞船吗？对，你颅内高潮了吧？感谢苏联和美国开源中文版。这个呢，其实不是人家开源啊，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能够看到它一个大概的。刚才其实我也问了嘛，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一项一项的这种技术攻关，把它解决掉了以后，它是这样，苏联的那个可能真是转让了不少技术。OK， 美国这个应该基本上是靠开源的，对，我们对，就基本上是里头所有技术细节都是我们自己来解决的。对，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牵一发动全身。也可以这么讲，是不是可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说的完全是。为什么美国不采用相对成熟的重型猎鹰加小型登陆乐器，小型登月器进行载人登月任务啊，而是采用完全没有经验的没有经过验证的星舰登陆月球呢？待会儿聊月球城市的时候，待会儿我们会去再录一期啊。这个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一句，就是运载量太小。美国的这次的阿尔特密斯重返月球，不是上一次美苏太空争霸时候的登月竞赛，所以的话，美国现在瞄准的是未来开发月球的。是在这个目标下，那么再采用小型登月器就没有意义了。对，国家队都把安全系数设得很高啊，牺牲性能参数。是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官员的帽子位置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吧。我就跟你讲，如果我在那儿，我也会，然后有各种风险，我会选最安全的。然后我会跟领导说，我为什么选这最安全的。如果愿意冒更大的风险，我写一个正式报告，你领导签字了以后，我不担这个责任啊，要人承担责任，我不担这个责任。所以就是民营的会跑得更快了。从这个道理上讲是，从这个道理上讲是，载人更考虑全部安全能力啊，这个载货要考验发动机推力、回收成本等等，这个我觉得载人你肯定是不能把人搞没了嘛，对吧？而且你载人，你其实需要的运力应该可能比载货还要更吓人一点。不是叫运力，是那个运力冗余，运力冗余，对，运力冗余要更高。你像这一次上面就是那个神舟出了问题，是要先把一帮人送回来了，那个咱们就是没有冗余嘛。对，这我做了好几期节目。对，就是没有冗余。咱们这次孟州完了以后，可能再出这种事儿，咱就有冗余了，或者有一定的冗余量。对啊，孟州飞船有4个座位，然后呢还可以坐7个人，最多可以坐7个人。大家不要忘了，上次说这个Starliner 飞船2名宇航员的那个，是，然后网上一堆说什么 NASA 不注重宇航员生命，根本就不是，人家一直就有逃生手段。对，龙号飞船虽然只有4个座椅，但是它最多的时候可以坐6个人。所以当 Starliner 飞船出事儿，然后当时的是库8飞船吧，马上对库8飞船进行改造，利用空间站上的各种剩余设备。在那个龙飞船上做了2个临时座椅，所以一旦空间站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当时在空间站上的6名，就是西方乘坐龙飞船来的，或者是 Starliner 飞船来的这6名宇航员，是可以坐同一艘龙飞船返回地面，只不过有4个人坐的是正式座椅，那2名 Starliner 飞船的宇航员坐的是临时加座，对。这个估计涂老师吃海鲜被坑了吧？你是不是吃海鲜吃多了这牙疼？不是，还不是啊，海南太热了，他这个先不管他了啊。所以这一轮载人登月，中国有点优势吗？啊，中国距离这个还很远啊。载人登月没有什么优势啊，这个实在是还是要承认现实的。对，你承认现实吗？美国这次载人登月是要建立基地的啊，这只是。这个像星舰这样啊，只有像星舰这么大的运载力才有可能做到，是这样的。
对这个我稍微多说一句啊，关于载人登月这一块你可以到我的频道底下去看一下，我有一个从阿特米斯1到阿特米斯7，到底都包括什么？有好几期这个节目，你可以大致先去学习学习，对，先去看看了解一下。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项目有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土拨鼠扎记的频道。对，那讲得很清楚。对，我去文昌看过2次火箭发射，哎，我还没看过呢，我要去看一次。行，你看吧，反正我现在看的都快吐了。是，我看火箭发射真的熔炉这吐了。那咱们去德州，德州还行，国内的火箭发射我基本上没兴趣看。中国目前成熟的高可靠发动机推力不能精细调节，对，能做到回收就不错了，是这样吗？是这意思，就是的推力。它实际上是发动机的2个调节啊，第一个是喷管的矢量摆动的这个摆动角度这个调节，第二个是推力的精确控制啊，比如我用97.5%的推力，97.6%这些的这种的精确控制，那中国做的都有差别，都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推力本身，角度还好点解决点，这个推力本身是非常难的，有人说太阳同步轨道没听清楚啊，后来我们又解释了半天，估计你应该也明白了。这个不载人，美国有优势，哎，这个我觉得你哥们儿你就不要再研究这事儿了。用星舰的话啊，估计还得推迟，发现到现在都还没有验证，特别是在没有发射台的情况下，在月球表面起飞。其实是这样，就是他最后去月球的那个星舰是不用再飞回来了，他就把那玩意儿放躺下当城市了，从那上再起飞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吧？不，也要起飞，阿特米斯3最少是要起飞的。对，但是他不会把那个最大的放躺下去就不用再飞回来了。它不一定，阿特米斯3不会放躺下，应该是落下去以后就飞回来。但是这个很好解决，技术也极其成熟，不需要用发射台。是，我最少也从技术解决路径上，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2、3个。比如我在这个星舰 HLS， 也就是星舰月球着陆器的现在这个布置上，我在上方再加几台离开月球的发动机。大家不要忘了，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所以我只需要很小的一部分推力就可以把它推起来，这个离开了。最极端的状态，我把星舰月球着陆器做成2段，做成一个降落脊，装几台发动机，然后再做一个上升段，这和这个当时阿波罗登月的时候登月器是一样的，分成下降段和上升段，最简单的就做成这样，所以不需要发射台，这个都是成熟技术。是，说载人能有啥优势？美国人是真实上去过的，在无数细节上有太多经验积累了。对，魔鬼都在细节里啊！是的，对，前面那一刻那就是咱们就不研究它了啊，不研究它了。这个翻车，哎，没有翻车啊。这个AI 选太空啊 ，AI 进太空也太逗乐了啊，跟当年登月好类似。人类就需要这样的泡泡来吹啊，破了再来就行了啊。这个至于 AI 进太空这件事儿呢，肯定还有很多。现在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啊，这个回头我跟土拨鼠我们再去做一期节目来去研究一些这些事情。这个不着急啊，这个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对，到时候可以包括谈一下那个太阳能电池什么的，是结合在一起聊呗。是，这个还开心怀疑别人的载人水平，是的，还有人干这个呢。这个 SpaceX 当前还没有软着陆过月球啊，这个 HLS。软登陆月球，难度高啊，明后年能够推进完成吗？马斯克不是说27年3月份要测试星舰的月球着陆吗？对啊，咱们就等着看就好了。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太为难的哈。中国现在是往发射任务和登月时间很紧啊，这个只能成熟技术完成啊，好吧，中国现在星网发射任务和这个月球登月任务都很紧，因为我现在距离还是眼睛有点看不太清楚啊，抱歉，读着费劲。对，我们的星网发射任务最近肯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
对，主要是火箭不给力，火箭不给力，没有办法回收嘛，没有办法复用啊，不能叫回收，没有办法复用。对，哎，我们最近好像在吹牛说研究成了一个什么，用一个什么微波武器可以把那个星链低轨道通信卫星给打下来，这个不太清楚。不太清楚。打下来，就是说我们可能拿一个多少几十兆瓦的一个东西可以照射它，然后它就废了。关键问题是，几十兆瓦够不够？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激光或者微波在大气中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是非常非常大。对，他们现在肯定是在地上打，在地上打就是。对啊，那你要穿透100公里厚的大气层，如果你有一个倾斜角度，这个距离会更长。能量损失了多少？对，到最后落到人家那个卫星上的时候，总共有多少？另外，你直接把人家的卫星打下来，我不太清楚啊。如果要是战争行为嘛，对啊，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战争行为？这绝对是战争行为。你恐怕要对，但是因为现在俄乌冲突之间就是。这个星链还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嘛？不是起到什么作用是一回事，你是不是要跟别人发生战争？那是另外一回事吧？对呀，你是不是下决定和别人发动这场战争？而且这个战争你发动了以后，你想过怎么结束这场战争吗？打一场仗不是先想我怎么赢了，而是想我怎么结束。这普京也没想明白呢。对，普京这一点就没想明白。对啊。这个极地轨道卫星啊，这个刚才讲的是太阳同步卫星的这个，它有过极地的，对，它的倾角应该是98度左右吧，你可以认为它过极地了。是，蓝箭航天怎么样了？蓝箭航天不是朱雀3号吗？朱雀3，对呀，对，它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 A 股里头的所有商业航天板块，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家火箭公司在里头。都是上下游啊，什么通信设备啊，都是这帮人在里头。对，所以呢，一说，哎呀，这个谁火箭发射成功了，然后这帮商业航天板块蹭往上涨完了以后，他们也不说什么，然后过几天出来辟个谣啊，说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这一次这个长征10号发射完了以后呢，里头有一个做电缆的公司，不是电缆，是那个钢缆，说那个我们没有向这个就是海南文昌基地啊供应任何钢缆。然后，但是过了几天，然后股票涨上去了以后，出来辟谣来了啊，对，挺好的，闻风而动，对，闻风而动，技术上有阶段性的进步啊，这个是，还是要有差距，就是我们能够认清差距。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上来，大家能够开放心态去聊，就是巨大进步。实事求是就好啊，对，也不需要宏大叙事，你可以接受批评。可以承认成功，也可以承认失败，这其实就是最大进步了。就是实事求是，对，不管是什么，成功就是成功，失败就是失败。楼上有人是不是忘了美国的载人飞行器接不了人啊？这个，哎，这个又来啊！之前在 X 上看到有人说，很多航天人才跑到民营卫星公司去了，具体情况怎么样啊？目前哪家公司实力比较靠谱点？民营航天卫星公司，民营卫星公司不是，它是这样，就是星跟箭它是两拨人。对呀，对吧？造星的是我以前的那个同事在造星，银河航天，对吧？现在应该最大的就是它了，就是跟中移动造的，就是叫中国卫星还是叫什么龙卫星，就是他们在造，就是发射的最多的就是它啊，就是叫徐明。在那个2025年初有一次习大的接待企业家，他坐在雷军后头，瘦的一个哥们儿。原来他是猎豹的 CTO， 我原来在猎豹的职位叫 CTO 助理，所以他就正好算是我的老板。对。然后这个火箭公司哪个靠谱点？火箭公司你现在基本上能看嘛，比较靠前的蓝箭包括了，蓝箭里面有大量的来自体制内的科研人员，是。然后像天兵，尽管天兵那个一子级是车变是非那个出了那事儿，但是我必须说他那个 CEO 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时候，当时是非常重视技术实力也是很强的。是。然后像星际荣耀的 CEO 那个也是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是技术能力非常过硬，都非常服的一个人。就是他这是我知道的。然后像剩下其他的
也有一些技术比较过硬的，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嘛。是。所以造舰的确实是航天部出来的人多一些。俄罗斯跟美国现在的太空合作也是通畅的，通畅吗？反正至少前面这个美国不是叫通畅不通畅，他的西方人讲究遵守合同啊，你还是在原合同内的，那就没问题。就是包括中国也一样，89年不许合作了，并不表示你以前签署的合同不能履行了。我们整个90年代的时候还一直在发射1星啊什么的，那都是89年以前签的合同，那都可以继续履行，它是合同问题。那是商业问题。对，我们用的是 XAI 的标啊，不是别的标，别瞎猜。这个 A 股航天、商业航天套牢了一大堆散户，是啊，但商业航天里头没有任何跟航天直接相关的公司，真正航天公司压根都没上市呢。对，甭管是这个银河航天还是这个蓝箭都没上去呢。蓝箭我估计今年应该是最快，蓝箭审核的已经比较靠前了。对，它本身走的也比较快嘛，所以的话没什么，股民闻风而动而已。是。感觉在老范家里搞啊，没有，我们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啊，我们偷偷的凑在一起来放直播。对，这个五朝有三德啊，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哪儿的话？不知道，我忘了啊，这个我好像见过，我忘了是那个哪个里头的一个古文了。稍微快点吧，稍微快点，好。私企发射有点风险，无所谓，国企是万无一失了，是这样的。说白了还是包袱太重，哎，这个有很多其他东西啊。对，涂老师来北京了，是的，对，这个老范和涂老师第一次在直播视频里头，这个对接成功啊，我们第一次吗？我录播，上次是录播，对，就是上次是录播，但是也是面对面的录播，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直播，对。马斯克放弃了去火星，改去月球了，其实也不叫放弃，只是有一个中间步骤而已。我这儿稍微插一句啊，我怀疑马斯克之所以现在把工作重心从火星转到月球，那么有几点，一个是技术上的，可能还是月球相对来讲实现更快。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了他的好朋友贾里德·埃斯克曼，就是那个参加那个叫 Inspiration 4。灵感4号，还有那个北极星，对 Polaris Dawn，北极星黎明任务的那个贾里德·埃萨克曼，现在是 NASA 的局长。是他现在贾里德·埃萨克曼就在向 SpaceX 和蓝色起源施压，让他们抓紧月球着陆器的研制进度，是，以便在中国之前实现载人落月。尽管阿特米斯计划实际上本质来讲，它并不在乎谁先落上月球，但是可能川普总统的政府还是比较在意这个课题的，所以的话，他还是会给施加了一定压力。是都有，都有，不是单原因造成的。对，现在还在查航天系统的问题啊，是不是航天系统内部太腐败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啊，这跟我们今天聊的我对腐败不感兴趣，腐不腐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谈技术。是。这轮登月就是这轮登月竞争到中美双方啊都很紧迫啊，都在争夺南极一个叫沙克尔顿的这个环形山，只有那里是有永恒的阳光和水冰。你这个说法根本就矛盾，永恒的阳光和水冰这两个就是矛盾的。月球如果受到阳光照射，表面温度就会100多度，就不可能有水冰。是，所以有水冰的地方肯定没有阳光，没有阳光的，永远不能照射到阳光。就是14天，因为月球是14天一个白天，14天一个夜夜嘛。永远不能照到阳光，才可能永远有水冰存在，否则在月昼蒸发掉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沙尔克这个坑里面，的确是找到了有水冰存在可能的证据，对吧？找到了这些痕迹，但是这不表示只有在这里有，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在这里有。第三点就是中国现在只是说载人登月，那后续登月地点在哪儿？是在这个陨石坑吗？不清楚。
然后呢，登月后续怎么发展？发展是什么？没有，就是或者说近期没有，而美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阿特米斯3载人登月是吧？阿特米斯4开始建设月球门户空间站，到阿特米斯7开始建立月球基地，那再往后的话，等于整个这个发展线路是很清楚的。关于这个，我还是推荐你到我的频道上去看，我在讲阿特米斯1到阿特米斯7，欢迎去看。对。问题是这次发射之前为什么不公布发射过程到底是降落还是回收啊？事后从央视到自媒体发疯一样澄清，有意思吗？这个呢，人家原来可能也公布过，只是你没有在意而已。或者说就算不公布，然后现在就是说，如果失败了，有可能如果要是没成功，人家可能就都不公布了。但现在正式成功了，然后公布给你，这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惯例嘛，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啊。楼上还美国以前有载人成功啊，这个还在研究载人的事情，我们就不理他了啊。快点吧。星网发射了，这个也给全球提供服务嘛。我们肯定提供服务啊，但是人家愿不愿意接是另外一回事啊。对，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啊，中国星网发射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用长征5号火箭来发射啊，长征5号的发射成本有多高？大家要明白这一点。透过这一点，你能看到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星网组网非常迫切，要不然的话，可能国际电信联盟给原来申请的那些都不存在了，对，有可能就废掉了。对，咱们是申请了20万颗嘛。那是另一回事，那个可以再谈。20万颗那是某一家中科院旗下的公司，那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剩下申请的几千颗、几百颗，那是靠谱。一下那家我说中科院那家公司一下申请了19万颗，没有发射能力的情况下，你申请19万颗有什么意义？是吧？马斯克是申请了100万颗，我知道卢旺达上次还申请了那个什么呢？申请了30多万颗。卢旺达，非洲的那个大屠杀的那家公司，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19万颗的那个和卢旺达那个放为一类。然后马斯克这个100万颗是一个场景规划，它不是一次性申请，它不是一次性申请。马斯克只是先去月球而已，是这样的啊，这个消息。到那里再去看后面的事情。本来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事儿了啊。距离所居啊，对，就是他，距离所居，因为他们这公司是原来号称是做那个什么拦阻索航空阻拦索那个，就是他们。距离公司我也打过很多，在山东是吧？我记得是，不是河北啊，在河北，在河北，然后那个好像是在保定附近吧，然后那个他是什么呀？不研究这事啊。这个啥时候开线下啊？上次值班没赶上。你说我上次去上海，这家伙在苏州，他没过来，对吧？下次可不可以直接在曲水兰亭啊？这个你出钱，我去。这个这继续啊，这个接下来10年之内。水平起降的这个会有水平起降吗？空天飞机还是有可能实现吗？它是这意思啊。你比方说飞机，那我希望它是水平起飞、水平降落。对。然后呢，火箭的话，如果水平姿态起飞，你也是水平姿态降落，你会多出很多多余的结构。这些结构，都是重量，会影响你的有效载荷。所以说，不是说技术上是能不能实现，不划算。我觉得技术上没问题，但是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还是说垂直起飞和垂直起降是，这我们要考虑经济成本。是。朱雀3号用的是新发动机吗？火箭发动机技术路线和星舰是否一样？朱雀3号用的应该是它那个天阙多少，天阙12A 还是12B 那类的发动机嘛，那是他们自研的。当时从那个航天6院挖的那张小平嘛，你可以搜一下这个2018年的。不能太细节啊，不能太细节。没事啊，行。这个对，俩人线下同框了啊，这个没问题。苏7啊，这有什么可聊的？然后呢是月球南极环形山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等他们真上去了再说吧。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差不多了。
这个听了多期土工的节目啊，很专业，感谢我了解了很多航天知识，同时听土工和老范对网友的店铺什么意思啊？能知道二位三观很正啊，希望节目越做越好啊，没问题，谢谢。这个好像是一样的啊，这个继续。一直是降落啊，这个船只的钢丝绳都没有安装啊，这个钢丝绳装了吗？装了吧？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要用来模拟，对，要用来模拟，即便没装钢丝绳，我也可以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也可以模拟。是，卢旺达申请了30万颗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好像是法国公司的马甲，这就不研究了。哎，最近好像是法国，就是欧洲的那个在给亚马逊发。对，亚马逊的那个蓝环本身就是有很多公司，包括 ULA 的火神半人马座，包括 ULA 的那个宇宙神火箭，都给他发，包括009也给他发。人家反正就是商业公司呗，我就跟你们签协议，你给我发就完了。对，009好像是和这个蓝环总共签了大概3次的发射会。这很多，不是说太空低轨可以好多层嘛？啊，这个为什么那么着急？这个还有电讯联盟的申请的轨道，对啊，你还得申请资源呢。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俄乌冲突完了以后，咱们也是越来越认识到星链对于未来战争的重要性了。对，说白了就是这意思，就是马斯克现在还没做绝，比如要对伊朗做绝一点，你阻断我直接广播，我直接广播来煽动你的伊朗民众来那个什么。这个伊朗这帮人也是没法整，是吧？印度也在给美国卫星公司发射，印度好像发射的成本比星舰比 SpaceX 还低。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而且不是成本低，报价你把成本和报价别搞，对，就他有没有补贴你不知道，没准国家意志就补贴了是吧？对，他那是报价，那不是成本。火箭回收导航使用什么技术？北斗嘛，这个，我觉得你就不要再去，你不用去管这个了啊，人家反正有很多方式可以把这事搞定，就是太多了，对，导航技术太多了。我们把评论都读完了，那么呢，还有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呢是，今年啊，咱们有哪些重点会去做直播？其实你肯定是大大小小的航天事件都会直播，然后对于我来说呢，肯定是重点航天事件我会去直播。星舰12飞，这是几月？星舰12飞3月初吧。3月初啊，那咱们去直播去。然后新格伦火箭3飞。哎，这中间是不是应该有美国的这个阿特米斯的这种载人飞船？待会儿会马上就说星舰。那好，然后新格伦火箭3飞，因为蓝色起源本来说是最快2月底嘛，现在可能也到3月。不过对我来讲的话倒好，那时候我已经把支持搞定了啊。对，然后这是一个3飞是复用的。新格伦2飞的火箭，他这么着急？对，马上就已经是复用的，所以值得看一下。对，然后的话，这个阿特米斯2任务的载人绕月啊，这是马上3月份可能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然后后面有可能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这个Dream Chaser，就是追梦者号航天飞机的试飞。然后再往后的更长期一点的，我们再看吧。大概我现在觉得的。有这几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我们今年还是有非常多的发射任务要一起来聊的啊。我这还有一个小问题，在这个应该算里根时期吧，就是他们用这种星球大战计划，算是把苏联的经济给拖废掉了。那么现在的话，这个美国又在开始搞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疯狂的去走太空，然后我们也准备去跟。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像当年秦国修郑国渠一样，把这个搞偏掉呢？不知道，但是你要看到美国不一样，美国这次的他没有在走他的星球大战，你别不用是叫金色穹顶嘛，人家现在换名了，金色不是金色穹顶是一回事，星球大战是美国是靠举国之力在搞，是。人家现在根本就没有，都是一堆公司。对，他还没动用他的举国之力，他是一堆商业公司在搞。对，你认识清楚这点，你是不是跟？对，你是不是跟？对，
就是人家还没动举国之力呢，现在只是商业公司。但是当时的话，我觉得苏联整个的制造业和这个工商业能力实际上是要比美国差很远的，所以最后它去进行偏移了以后的话，导致它的这种经济体系就会出现问题。不，你说的制造业和美国差很远，那是看哪个方面？航天的话，当时苏联每年的火箭的发射量是美国的比美国要高很多很多啊。等等的，那个时候人家都认为苏联的航天更强哦，但实际上那是面上看的。要不然我最近看一个博主，人家说中国现在的航天也超越美国，最少超越美国国家队，不能和 SpaceX 比。我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现在在质量上差得很远，比如人家用1颗卫星就可以达到的功能，你可能要用10颗卫星。是，所以你不能够光看航天发射数量，有前苏联为鉴。是，所以的话呢，不要那么去比。然后更可怕的就是人家现在只是一堆公司在做，还没有真的动员起来呢。是，如果真的动员起来会怎么样，你不知道。是，对，因为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战争部长到周末就四处看去，然后他们叫自由兵工厂计划，前面去了 SpaceX 了，去了那个做 F-35的那个工厂了。对，这自由兵工厂这词儿哪来的？你知道吧？是2战的时候，美国说我们是民主与自由的兵工厂，我们要向所有的盟国输送武器，这个词儿是这儿来的。对，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搞这一套东西。对啊，他现在的人家现在还都只是商业行为。对，所以要认识清楚。是。好啊，那么我们差不多了啊，聊了有1个小时20分钟，够了，也差不太多了。然后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俩呢凑一块儿也不容易，对吧？这个能够在线下面对面的进行直播啊，那么以后应该我们更多的是线上直播啊，就是在异地的直播。但是异地直播的话，经常你那网不太好啊，这个，所以我都是特别清楚的，你那经常模模糊糊的。好吧，回头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听啊，再见，也欢迎关注土拨鼠的频道啊，谢谢。